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幸福频道，我是李幸福。大家还记得2020年轰动一时的长沙国金中心 LV 专卖店卖假包的事件吗？当时路易威登坚决否认原告指控，申请再审并诉求纠正原审判决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长沙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。我不要你觉得，我要我觉得。2020年9月12日，罗小姐与男友高某一起在长沙市国金中心2楼 LV 专柜购买 Vaugirard 手袋一个，价格为18700元，款项由男友高某代为支付。手袋买回以后，罗小姐怀疑该包为假货，并送去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湖南有限公司检验。2021年6月3日，经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湖南有限公司出具鉴定意见书，意见书称，送检的 Louis Vuitton 路易威登 Vaugirard 手袋，涂层帆布拼皮革，棕色老花，红色。鉴定意见为送检样品不符合品牌、制造商公示的技术信息和工花特征。也就是说，鉴定机构认为该手袋并不是 LV 公司生产。拿着鉴定意见，罗小姐认为该 LV 专柜涉嫌欺诈，她向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请求法院判决 LV 专柜退还货款，赔偿3倍货款，同时支付律师费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。操！法院认为，罗小姐提交了购物小票、支付记录等，可证实其当日却从该 LV 专柜购买型号为 Vaugirard 的手袋。国金中心2楼 LV 专柜作为路易威登中国商业销售有限公司在长沙开设的直营门店，其收货、售货应有明确的出入库清单和严格的管理流程，能证明收货、售货的时间、货号、购买者信息、货款流向等，且应具有对应性和可识别性。对其售出商品的可识别性应负有更大的举证责任。本案中，某店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。因此，法院认定该店作为销售者，具有售假之欺诈行为，应退还货款并3倍赔偿。据此，芙蓉区法院一审判决 LV 专柜退还罗小姐货款18700元，赔偿3倍，包款56100元，驳回了罗小姐其他诉讼请求。5月20日下午 ，LV 官方发布声明称，路易威登在此重申，路易威登全球直营店销售的产品均为正品。路易威登充分尊重中国法院，并已主动履行生效判决。然而，路易威登在诉讼中从未认可原告购买9个月后要求退款的包袋由路易威登售出。路易威登坚决否认原告指控，已申请再审并诉求纠正原审判决。LV 的上诉申请由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，结论是维持一审判决。大家是不是很疑惑？如何证明在专柜买到的包和拿去鉴定的包是同一只包？在这起纠纷中，罗女士提供了购物小票、支付记录等，只能证明她在那天在国金中心专柜买了一只型号为 Vaugirard 的 LV 包，并不意味着她起诉的包就是专柜卖出的包。法院认为，专柜基于其品牌地位，理应有更大的举证责任。专柜要拿出证据证明售出的不是假货，原告送检的包不是出自专柜，因为国际知名的奢侈品牌的直营专柜，其收货、售货都有严格的管理流程。专柜因为拿不出证据，所以导致败诉。你脑子进水了？你咋知道的？你脑子进水了？你咋知道的？随着中国的经济步入寒冬 ，LV 在中国的销量暴跌。7月底，武汉3大高端商场以补贴的方式打83折展开价格战，而补贴对象竟然还包括了 LV 等一众奢侈品牌。短短几日内，武商贸的 LV 门店内热门现货被抢购售空，改为下单预订。据悉，门店在活动期间单日销售额超过5000万元。在武汉恒隆广场，满1万返1500，满5万返7500，叠加5倍积分，也相当于83折优惠。一向坚挺的爱马仕也加入了折扣行列 ，LV、GUCCI、Dior、宝格丽、范克雅宝、蒂芙尼等一众奢侈品牌都参加活动。
虽然事后 LV 公关团队在回应媒体时也表示，品牌没有被提前告知相关活动，发现后已经立刻叫停。可以理解的是，头部奢侈品牌更为强调稀缺性及尊贵性，这类与折扣沾边的活动多少会让其长期维持的高冷形象受损。但为何还开了这个突破口，第一时间也没有叫停？更何况不止 LV 一家，连爱马仕、Gucci、Dior 都参与了进来，属实有着试水的意味。作为此次奢侈品商场价格战的最大赢家， LV 就是当前奢侈品市场的一面镜子，急于提振业绩和消费信心，特别是中国市场。在巴黎奥运会上出尽风头的 LVMH 集团发布的最新财报显示，2024年上半年集团营收同比下降 1% 至 416.77 亿欧元，净利润同比下降 14% 至 72.67 亿欧元。除去特殊的2020年，这是 LVMH 集团近6年以来的首次出现上半年业绩下滑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亚太市场不包括日本的收入大幅下跌了 10%， 中国市场的疲软更是雪上加霜。LVMH 指出，集团在中国市场的销售下滑，尽管整体中国客户群的消费保持强劲，很多中国消费者选择在境外，尤其是日本进行购买，导致中国市场销售受到影响。此外，中国消费者等待在境外以更优惠的价格购买商品，这种等待和观望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销售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期节目。今天我们谈到的 LV 专柜售假事件以及中国奢侈品市场的现状，反映了奢侈品牌在面对消费环境变化时的应对策略和挑战。大家对这个话题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。你认为在奢侈品牌打折促销的背后，还有哪些深层次的商业考量？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